想象一个场景啊，您辛苦了一辈子，在加拿大列治文市呢买了一栋房子，这是您的家、您的资产、您退休之后的保障。然而啊，您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市政府的信，并且呢由市长亲笔签名啊，信里呢用官方正式的语言通知您，法院的一项新裁决可能会损害您的房子所有权的地位和有效性。这也就是说呀，您的房子和土地可能不再属于您了。这并非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啊，而是发生在列治文市150户居民身上的一个匪夷所思的噩梦。一夜之间啊，恐慌是席卷了整个社区，人们愤怒、困惑，更多的呢则是恐惧。有的房主表示啊，他们被告知银行不再为该区域的土地开发呢是提供资金，并且呢不愿批准新的按揭贷款和再融资，而且呢他们也实际上无法出售或者套现房产。因为恐慌情绪蔓延开来之后呢，没人再敢买这个区域的房子。您看啊，房子这个我们以为是坚如磐石的资产，突然一下子呢就变得产权不清，你卖不掉也无法抵押，整个房子的价值呢就被冻结了。我们不禁要问了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这封信到底是哪儿来的？故事啊，还是要从 BC 省最高法院的一起诉讼讲起，也就是考伊琴部落诉加拿大案。那么这起诉讼呢，是历时10年多，开庭时间呢就长达500多天，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长的审判之一。而就在2025年的8月7号，法庭呢最终宣判结果，判决书呢就有几百页，非常的复杂，我们就简单梳理哈。法院主要就是裁定了这么几件事儿。第一呢，就是承认原住民的所有权啊。法院确定呢，考伊琴民族对于这片位于加拿大鲁鲁岛的一个约800英亩的一片区域呢，是拥有原住民的所有权。那么这一区域呢，是包含市政府、省政府、联邦政府的土地、工业、商业设施，甚至包括部分私有土地，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150户居民。第二呢，就是原住民所有权更加的优先。法院说啊，这个原住民所有权可以和150户居民手上的私人产权在同一块土地上并存，但关键是啊，原住民的所有权是更优先、更高级的土地权利。第三个判决要点呢，就是政府土地无效啊，因为原住民所有权优先，所以法院裁定呢，现在由联邦政府和 BC 省政府以及列治文市政府持有的部分土地产权呢，是有缺陷且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150多年前殖民地政府卖掉这块地的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他们当时违背了保护原住民村落的一个政策。但是啊，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信息，法官在判决时明确强调啊，这个判决呢并没有宣布私人业主的产权无效。相反呢，法院的补救办法是下令让政府，也就是省政府和联邦政府以及市政府去和考伊琴民族真诚的谈判，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那么，如果法院没有动私人的土地啊，市政府为什么要发那封耸人听闻的信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列治文市政府的立场呢，是与法院完全相反。市长马保定坚称啊，这两种所有权是根本对立，不能并存的。那么市政府在给居民的信函当中呢，也是突出强调了这可能会损害您所有权的有效性，但是呢，却并没有同等强调啊，法院同时也要求政府与考伊琴谈判，并且呢，并未裁决私人产权无效的那一段。那么这种选择性的表达呀，也直接引发了社区的恐慌。当然啊，这样一来呢，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自然会跟政府站在一起，从而呢是扩大整个舆论的影响力。那么这才是点燃社区恐慌的一个真正的导火索。因此啊，这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原住民土地的掠夺，而是一个关于150多年前一个不光彩的谎言和官员贪婪的故事，更是一个法院前所未有的判例所导致的对原住民权利和私有产权之间的一个平衡博弈。而那150个家庭呢，正不幸地成为了这场风暴的中心。要理解列治文今天的困境啊，我们必须要回到19世纪中叶啊，回到鲁鲁岛上的那个村庄。早在19世纪20年代啊，欧洲的定居者呢就记录了这个村庄啊。这是一个拥有多达150座长屋的一个村庄，可以容纳2250人啊，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渔业中心，以至于菲沙河这条支流呢，一度就被欧洲人称为考伊琴河。当时的殖民地总督呀，是制定了一项明确的政策，
所有像鲁鲁岛村庄这样的印第安定居点呢，都必须划为保留地，以保护他们不被新来的欧洲定居者所占据啊。所以这也是一项旨在维持和平的一个官方政策。那么负责执行这项政策的人呢，就是土地事务首席专员理查德·穆迪上校。法官呢在判决书中认定，穆迪呢其实是未能履行其职责，并且直言呢其行为是非常的不光彩。为什么呢？因为穆迪上校不仅是失职，而且很有可能还中饱私囊。法庭上的证据显示呢，穆迪本人随后通过一名代理人，以秘密的方式呢，是购买了这片土地当中的125英亩。这个本应该被保护起来的村庄呢，却成了一块肥肉。从1871年开始，殖民地政府在完全没有征得考伊钦民族同意的情况下，开始将这片土地一块一块的出售给后来的欧洲定居者。那么到1914年，整块区域的土地被卖光，而随后那2000多个原住民到底去了哪里？他们的命运如何？现在已经是无从可考了。这也就是今天一切冲突的来源。说白了，法院今天的判决呢，不过是为了1个半世纪前殖民地政府不光彩的失职和贪婪，开出了一张迟到的罚单。我们再回到这次事件啊，现在呢，事件是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僵局。判决呢是遭到了几乎所有人啊，从政府到议员再到私人业主的齐声反对。首先是私人业主啊，他们是风暴中最无辜、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毕生的积蓄呢被冻结，未来一片迷茫。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情：谁来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而在官司中啊，除了150户居民，加拿大3级政府所拥有的一些土地呢，也在诉讼的范围之中，所以呢，他们也成为诉讼中最重要的被告。而面对这个判决结果，列治文市政府的立场非常的强硬，表示呢将提起上诉，称该裁决呢是史无前例，并且动摇了私有产权的社会根本。而 BC 省政府呢，通过司法部长表示强烈反对，并且将要上诉。他们担心的呢，不是列治文的150户家庭，而是这个判决可能会对全省的私有财产权呢产生重大的意外后果。而联邦政府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呢，自然也是加入了上诉的行列。到这里啊，您可能会想，这是一场政府对原住民的对决。但是呢，令人更加困惑的是，作为案件被告的另外2个原住民部落啊，也是提起了上诉。他们认为呢，考伊钦民族的主张是侵犯了他们自己的传统领土和权利。那么这也成了一场乱到无以复加的混战，业主们呢是被困在中间。考伊钦民族虽然是赢得了官司，但是他们想要的谈判呢并没有发生，反而是迎来了更多的官司。而各级政府呢，则在拼命地试图把这个潘多拉魔盒给关回去。目前呢，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只有2条出路。第一条呢是漫长的诉讼之路，官司呢会一直打到加拿大的最高法院。这个官司呢，在 BC 省的最高法院就是审了10年啊，后面还要再经过 BC 省的上诉法院和联邦的最高法院。法律专家警告啊，这类土地权案件呢，历来往往要拖上10年以上，才能够最终在联邦最高法院所结案啊。而在这期间呢，那150个这个业主的土地产权呢，将会持续的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那么第2条出路呢，就是艰难的谈判之路。那么这也正是初审法院下令要做的一件事情，坐下来承认历史，找到一个共识的办法。问题是谈判要怎么谈啊？更高级的权利和私人产权怎么可能并存？那么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然而啊，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范本其实已经存在了。在2024年，也就是考伊钦案宣判的前一年呢，实际 BC 省政府与另外一个原住民部落，也就是海达民族，是达成了一项震惊全国的协议。在这份协议中，BC 省政府呢正式承认了海达民族对整个海达群岛地区的一个原住民所有权，而那个地区呢，同样是包含了不少的私人财产和城镇。那么那些私人业主怎么样了呢？他们被赶走了吗？并没有啊，他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个协议的关键就在于海达民族同意所有现存的绝对所有权，也就是私人房产，那么将继续的在省级司法管辖下运作。换句话说呢，省政府承认了海达民族的最高所有权，而海达民族呢，则同意让私人所有权不受干涉的继续存在啊。
BC 省长尹大卫就是 David Eby 呢，亲自出席了一个和解仪式，并且把它描述成一个可以在全省复制的新模式。这份协议呢是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范本，那么它白纸黑字的证明了承认原住民的所有权与保护私有财产权，它并非是相互排斥的，两种所有权可以并且已经是做到了共存。这就是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也就是最令人不安的问题面前。如果政府已经有了像海达协议这个成功的模板，为什么还要在列治文案上选择强硬上诉？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博弈。关键的区别呢，就在于控制权。海达协议呢是政府主导的，在谈判桌上进行的和解，等于是未经法院而私下达成的和解。政府呢在过程中是保留了控制权，并且呢可以协商条款，限制其适用范围。那么考伊勤裁决呢，则是法院下令宣告的一个所有权。那么它在加拿大法律中呢，是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先例。一些观察人士指出呢，政府真正恐惧的不是列治文的这150个业主，而是其他原住民部落现在可以拿着考伊勤案的判决书走进法庭对温哥华、维多利亚或者 Kelowna 的土地呢是提出同样的主张。三级政府的强烈反应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列治文的业主，不如说呢是在试图控制这个判决可能会带来的更广泛的法律和政治的连锁反应。而那个150户列治文的家庭呢，他们则成了这场政治博弈当中的一个牺牲品。最后我想说的是列治文的困境呢，并非始于法院的判决日，而是源于150多年前殖民地官员的失职和贪婪。一个本应该被保护起来的原住民村落呢，被悄无声息地出售。而今天法院的裁决，不过就是为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开出了一张迟到太久的罚单。我们今天面临的僵局呢，核心也不再是法律问题。海达协议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范本，已经白纸黑字的证明，原住民更高级的所有权与公民的私人产权是可以共存的且相互保护，并非是一个零和博弈。真正的障碍呢，是树立在政治勇气与系统性恐惧之间的一堵墙。今天列治文的业主们不仅是穆迪上校等早期殖民者罪行的一个受害者，他们更是当代政府政治恐惧的一个牺牲品。解决这场危机的钥匙一直都掌握在加拿大3级政府手中。他们可以选择继续这场代价高昂的法律诉讼，让自己的公民呢在恐慌中等待10年。或者呢，他们也可以拿出签署海达协议时的勇气和智慧，立刻停止上诉，启动那场早该在1个半世纪前就应该开始的真诚的和解谈判。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